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对美军以及我们的海湾盟友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五角大楼现在正在部署新的激光技术来帮助将其击落。布莱恩·耶尼斯从我们的伦敦记者站现场连线。早上好，布莱恩。早上好，劳伦斯·安斯利和布莱恩。美国海军配备了2套激光系统，能够击落这些伊朗无人机，他们是奥丁和赫利俄斯。奥丁系统曾出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该视频是在史诗怒火行动开始时发布的，当时他在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上，你们可以在那个方框里看到它。奥丁系统通过发射红外光束来致盲无人机，这种光束会使无人机传感器过载，导致无人机坠毁或失灵。至少有2艘参与史诗之怒行动的驱逐舰配备了奥丁系统，而赫利俄斯是一种高能激光束，配有大功率传感器，它通过点燃燃料在空中追踪并炸毁无人机和导弹。目前赫利俄斯尚未确认部署在史诗怒火行动中，只知道它在一艘美国军舰上，这艘军舰上次被看到是在印太地区的日本。这些技术对于防御伊朗的无人机袭击至关重要。伊朗发射的沙赫德无人机数量是弹道导弹的4倍，袭击了我们的海湾阿拉伯盟友。伊朗最大的优势是这些无人机的制造成本是35000美元，但发射一枚爱国者导弹来击落这些无人机，每枚导弹的成本是400万美元。而这些激光技术每次发射只花费几美分，这也许是美国表示不担心在这场战争中弹药耗尽的部分原因。我们已经部署了一些新的能力，显然我不会从作战角度来谈论这些具体是什么，但我认为你们已经看到，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正在总体上扭转无人机成本曲线的劣势。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接受美国和我们海湾盟友的请求，协助对抗伊朗的无人机。乌克兰在击落俄罗斯发射的沙赫德无人机方面已成为专家。这是一个来自乌克兰公司野黄蜂的广告，它展示了停留无人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4旋翼拦截器，能成功击落这些无人机。乌克兰也使用了章鱼无人机，它是一种由乌克兰和英国共同开发的人工智能无人机拦截器，它可以在夜间使用人工智能追踪无人机，甚至可以穿透电子干扰。据报道，各位，海湾国家正在讨论使用章鱼无人机拦截器来进行防御，他们的制造成本约为5000美元，比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便宜得多。这将确保我们的海湾盟友和美国能够在这场战斗中坚持所需的时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有很多进展，它一直是世界的战争大学，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布莱恩，非常感谢。谢谢，我一直在阅读关于这些激光技术的信息。他们说它提供了低成本、高速以及几乎无限的防御弹药库，可以瞄准、瘫痪或摧毁无人机系统、快速攻击艇和导弹。我想以色列人正在使用它，我们也在南部边境使用它，但他们不太愿意多谈论它。不管怎么说，这似乎就是答案。负面的因素是，他们说它在有云层覆盖和下雨的时候会遇到困难。所以，我不知道中东地区下了多少雨，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那么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你想能够真正打击伊朗革命卫队，你就必须清除短程和远程导弹，特别是你必须清除无人机。那些对我们尚未做到这一点感到失望的人中，有一位曾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任职的罗伯特·哈沃德海军中将。顺便说一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伊朗长大的。他说，中央司令部必须清除这些导弹，然后一切都会改变。请看。我希望看到他们确保伊朗不再有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出来，但这仍然在发生，所以这在我优先事项清单上仍然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能确保他们无法投射力量，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进入并摧毁他们的生产设施。重点关注伊朗革命卫队，重点关注核能力，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能力，最大的变数是他们增加了多少无人机库存，以及他们把它们藏得有多好。但这必须是首要任务，利用你的情报、监视、侦查来寻找它、追踪它，然后持续不断地打击它，使其丧失这种能力。
还有发射器。采访中，他谈到他在海军学院学习，一些同学也是和他一起在伊朗长大的。他大约在5年级的时候搬到了伊朗，因为他爸爸的工作一直在那里待着。是60年代。对，他说他和一些在伊朗的朋友聊过，他们都在欢呼，他们都很兴奋，希望政权能有所改变。但是我认为，就那位嘉宾，那位海军上将他提出的观点来说，我觉得这在五角大楼的议程上，你们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争部长和中央司令部正在执行的计划。但是你们知道，那位将军确实说得很清楚，他们正在使用一些我们现代从未用过的不同能力。我认为观众在听我们邀请的嘉宾，特别是那些退役将军发言时，需要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在他们如何看待战争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基于他们的经验，策略上会有所不同。但是你们知道，现在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房间里做这些决定，真正掌握情报的人有情报来做出那些决定。但现在，当有数百架喷气式飞机飞越那个战区时，你得认为他们正在打击所有这些目标，摧毁那些发射器。而他们所做的，你可以看到外面流传的宣传视频，地下有数百架，甚至可能是数千架无人机。所以我们必须找出他们在哪里。那些就是沙赫德无人机，我们基本上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那些是单向攻击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来自乌克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乌克兰帮助提供他们的无人机技术。他们也说了，我们会帮助任何帮助过我们的国家，所以他们正在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每个人都在时时关注战争的变化。而且我们还得考虑这一点，约翰尼·拉特克利夫他在管理中央情报局方面表现出色。我们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原因是我们实地的人力情报。一个国家一旦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在国内的行动方式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他们正在向指挥部汇报他们在当地看到的情况。这件事我们大概有1周没谈了。我们之前谈了很多，说伊朗有很多人，他们并不支持阿亚图拉。是的，所以他们正在帮助以色列，帮助邻国，甚至可能在帮助美国。没错，在伊朗当地，目前还是这样吗？你本来是要当牙医的，对吧？整牙医师，是的。整牙医师，抱歉。所以今天有个说法是，摩萨德已经让一些人牙医与精英阶层接触，以便接近精英阶层。当他们做牙科治疗的时候，牙医会在他们嘴里植入追踪器。这就是我们在12日战争中杀死了那么多指挥官，消灭了那么多将军的部分原因，因为他们就是通过追踪这些人才把他们杀掉的。现在他们做不到了，因为你刚刚把这个秘密曝光了。我读到过这个。太疯狂了！他们预计伊朗革命卫队得对付自己的虫牙，也不能去洗牙了。他们不能会面，不能使用寻呼机和手机，也不能去看牙医。对，他们的牙齿会烂掉的。而且他们不能去阿亚图拉藏身的地堡了。他们得自己对抗牙医炎了。以色列现在正进入史诗之怒行动的第2阶段，将重点转移到消除伊朗的导弹计划上。这正值以色列军方展开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之际，他们正在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一场2线作战。我有点感觉他们是乐于抓住这个机会来对抗真主党。首席驻外记者特雷英斯特在特拉维夫为我们带来现场报道，介绍针对德黑兰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的新一轮袭击的最新情况。特雷。是的，布莱恩，早上好。我们了解到，以色列人昨晚发动了新一轮袭击，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动用了大约50架战斗机和100枚弹药，袭击了伊朗前最高领袖曾计划使用的一个掩体。你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伊朗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我们了解到，他在周末被杀时，实际上是身处地面上的。今天，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正在与这里的多位高级官员举行安全评估会议，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1周，以色列人仍然面临着各种来袭火力、集束弹药和弹道导弹彻夜飞过这个国家的上空。在会议进行期间，警报声再次响起。昨晚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导弹飞过特拉维夫上空，其中许多都偏离了目标，落入了地中海。以色列人昨晚袭击了其中一些发射阵地，摧毁了6个不同的弹道导弹发射器。
今天，以色列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正在就这场战争发表新的声明。I am in continuous contact with my American counterparts. 我与我的美国同行保持持续的联系，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以及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我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并肩作战，是真正的朋友。通过协调行动，我们正在剥夺该政权的军事能力，使其陷入战略孤立，并达到前所未有的衰弱程度。以色列人正关注东方，但他们也关注北方，因为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正在边境发动新的袭击。他们一直在猛烈袭击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街区，甚至在过去1小时内也发动了新的袭击。这是他们对黎巴嫩的这个伊朗代理人发动的第26轮袭击。许多平民已经撤离了南部的达西耶街区，其中一人正在讲述他们听到的情况。他们威胁达西耶地区，所以我们收拾东西离开了。所有人都离开了达西耶，现在我们在这里过着悲惨的流离失所的生活，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们预计这些针对真主党的袭击会继续下去，因为该组织正威胁要对以色列境内发动更深入的袭击。昨天，伊朗和真主党多次对以色列发动联合袭击。布莱恩。所以特雷有没有感觉到以色列人必须对付真主党，而当他们开始这场战斗时，那是一个机会。但是有没有觉得，就是对伊朗的战争努力正在为集中精力对付真主党而付出代价？以色列是否正在从与伊朗的战斗中抽调资源，来在黎巴嫩进行这场行动呢？这种协调程度非常高，针对这种情景，他们已经制定了预案，所以以色列的空军能力目前看来并未不堪重负。正如我们过去所见，他们可以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但我们确实知道，即使在地面上也有重要的协调。本周早些时候，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我，在以色列的北方司令部实际上有一个美国办事处，所以有美国代表在当地再次协助以色列人进行这次针对真主党的打击行动。特雷，你能否多讲讲哈梅内伊的那个地堡的情况？有人被杀吗？福克斯新闻正在获得一些关于昨夜袭击和这个特定地堡的新的独家信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在史诗之怒行动开始袭击时，哈梅内伊实际上被杀时，他是在地面上的，他没有进入这个地堡。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杀死他。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会成为目标。我被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告知，当时有一场欺骗行动，旨在让伊朗人认为这次袭击甚至不会开始。尽管当时有飞机在空中，但哈梅内伊的核心圈子没有想到让他躲到地下。我被告知，这次欺骗行动的一部分是由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在最高层直接协调的。一位官员说，以色列的最高指挥官通常会在基里亚特，也就是以色列的五角大楼工作，但那天他回家和家人共进安息日晚餐了。在这次行动开始前的24小时内，川普总统发布了好些帖子和声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欺骗伊朗领导层。这位官员说，结果正是计划者所希望的，哈梅内伊留在了地面上。史诗怒火行动的首次打击就把他给结果。各位，